法兰是克，你有没有觉得送礼物这件事情很难？有，我觉得蛮难的。那你有没有关于挑选礼物的技巧？你都是怎么给别人选礼物的呢？这个是一个深奥的话题，它可以横向展开来讲。我觉得，什么叫横向展开来讲？因为我觉得送礼物是相当于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综合的一个认知的考量，所以我觉得送嗯礼物要考虑到不仅是自己，还有对方的各种属性或者想法嘛，比如说他的性格、他的使用习惯，然后他的感受，然后我们那个时段的关系的程度，然后还有价格，还有嗯他收到之后嗯，会不会还给我一个回礼，会考虑到很多事情，所以我觉得送礼物是蛮难的。我觉得你这样一说，就显得送礼物这件事情更难了。所以，因为我对，是，你说，你说，哇哦，你先说。所以要看程度。如果送普通朋友或者只是关系的同学啊，或者是同事，那我觉得蛮简单的。但如果要送好朋友，认识比较久的，那反而会比较难。我是这么想的。你不觉得，如果是送同事或者送同学，反而比较难吗？怎么说？因为你们没有那么熟的话，你就会想，哎呀，我送完之后，他会不会心里就是没那么喜欢这个礼物啊，或者之类的。但是很熟的人的话，你就不需要去担心他会觉得你送的这个礼物不怎么样。哦，有道理耶。但是反而我的想法是，我送给他们也不会是太贵重的礼物，可能是简单的嗯。吃的这种，他们爱怎么处置，他们送给别人我也没关系，不会难过的这种感觉，我也不期待他们有回礼，所以我会觉得送给这种关系平平的，我比较没有压力，也不会想太多。如果是关系平平的，我根本都不会送礼物欸。我现在懂了，因为我把礼物把它这个门槛设置的太低了，就比如说带零食去分享，我也会把它当做一种礼物的一种，因为你说如果要像生日礼物，哇，那嗯，确实就关系平平的真的就不会送了，但是稍微好一点点又没到对啊，很好的，我也会送。对对，如果是同事或同这种是最学的话，对，难送的。是的。我还有觉得有一种很难送的情况，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什么都不缺，他什么都有了，这种人是很难送礼物的，我觉得。哇塞，对啊，我也觉得很难。对啊，你说如果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你送很便宜的东西，他可能会觉得啊，你就送我这个啊。那你送很贵的东西呢，可能又超出自己的承哦，受这个很有范围，意思诶。我，对，对不对？但我有想法。你说，我的想法是最近，因为我很喜欢日本的文化，然后我有想到他们很常用嗯，的一个招，就是对于这个招什么招？是可以应对很多情况。然后你刚刚讲的这个很难送礼物的情况，因为对方什么都有了，我觉得他们的这一招可以学一下，那就是什么请我帮忙券哦。就是你可以写一张手写一张一回，请我帮忙券，然后给他，然后就哦，是你反正什么都有嘛，那你要我，比如说我帮你捶背啊，或者是我帮你跑腿，或者就是我给你做一个搞笑的段子，反正你可以请我帮你一个忙就留着，然后就送给他，然后他可能一笑置之，或者是觉得哎呀这什么啊，但是我觉得某种意义上也是可以当礼物送的，反正我从日本的文化学到的，还蛮有趣的。如果是你收到这样的礼物，你觉得你可以吗？赞诶，但是这个人最好是认真送的，就是不要真的请他帮忙的时候，然后就不见，或者关系不好就不认账了。对对对，我会用的，我会觉得蛮好笑、蛮有趣的，我会用的。我记得不光是朋友之间，有一些情侣，就是当有一方不知道要送另外一个人送什么的时候，他就会手写一张，就是这个券，它上面就会写你可以
跟我要求任何一个礼物，等你想到的时候，我再兑现它。你在哪里看到的？网上，对啊，我也对啊，那是是网上网上。没有真的送到或收到过，也没有听过别人用，但反正这招我一直记得。但你会用吗？我会用的，因为可能当场就用掉，然后就留纪念吧。反正就是也不想让这张变成一个多压力很大的东西。对啊，万一对啊，反正没有这张券，对方也会帮忙的，就是留个纪念吧。对啊，我猜吧，我也不知道。那你会送给别人这样子的礼物吗？如果遇到像你说的那种对方什么都不缺的，然后有可能对，嗯，我有一个送给那种什么都不缺的人的礼物的一个小技哦，巧，就是你可以去找那些卖的很贵的，或者是卖的比一般来说要贵很多的一些商品，比如说一双袜子，你随便买一双袜子可能很便宜，但是你可以去找那种卖的很贵的袜子，你懂我意可是思吗？他不是什么都不缺，对啊，但是你要送礼物的话，你怎么办呢？对耶，就是送一些在你的认知里面它不太合理的东我懂你的西，意思。你真的懂吗？对，但是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不知道实质上这样去操作的话，对方会是个什么个反应。我也从来没有试过，但是这个是我一直就是留着的小技有巧。点像，比如说他平时穿球鞋，然后我送他一款限量的球鞋的感觉。嗯，不哦是，，damn，你要送他，你按照常理来讲，他不应该卖的那么贵的东西，哦，那还蛮奇葩的。就是比如说一双300块人民币的袜是，子，或者500块人民币的袜哦，子，那真的是给他创造了需求。对吧？因为500块的鞋或者是1000块的鞋很平常很普遍，但是一双500块的袜子，可能就不是你平常会主动要去买的东西。对，可是我希望我送他，他能真的用，而不是把它留作纪念。袜子肯定会不知用吧？道500那么贵的袜子，我从我的身份来讲，我很难去想象。我希望他用，然后用完也不要丢。对，袜子用一用都是要丢的吧？哇，那我先那用，那我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更好的礼物。你可以送我，我会穿的，我会把它穿完也留着的，你放心。OK，我好的，知道了，但是我想延伸到，我觉得情侣送礼物比较麻烦，因为会确实分手。会分手也不一定吧。对，如果分手，就他送完我，我有这种经历，如果他嗯哼，送了我很多，我现在都没舍得丢，但是他就是送我了，然嗯后当然我有的也照旧的用，比如说帽子，我也就会戴，我也不会因为戴它就一直想起它，但是他送的礼物嗯，就变成一种，好吧，我个人而言，对啊，其他回忆，其实很多人会丢吧，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送这个还蛮麻烦的。最好的就是结婚了，然后就当做一直在身边的东西。对，你是怕你送完礼物分手了，然后人家丢掉了？不是啊，比如说他送我的东西，我们现在分了，我该怎么处置这些东西？你继续用啊，东西又没有那如错。果是象征意义的东西呢？比如说什么象征意义的东西？我想想看，他送的娃娃好了，布娃娃，对，然后嗯当时可能是我们两个都很喜欢的一个卡通的形象，然后现在我嗯，也不喜欢那个卡通的形象了，然后也对他送的娃娃我还是留着。怎么说呢？他送的东西难道要有用的我留着，然后不实用的我就丢掉吗？哎，反正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一代蛮多他送我的东西的，用也不是，不用也不是，丢掉也不是。我觉得你就正常的按照你的
想法去做就好了。就是就算你用，也没有人知道你在用，也没有人知道是你前女友送的，对吗？对，但我把它用到烂了，我也不想丢，我也不知道，可能到有一天我真的放下它了，我才会把那些礼物处理掉吧，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那我觉得这个事情会自然而然发生。反正对我来说，情侣这个礼物，如果分手了的话，是一个很困扰我的事情，对我个人而言。我倒是没有欸，如果是很实用的东西，我就会继续用啊。用到丢掉为止嘛。前任送的东西，如果它坏了，我肯定是会丢掉。拍张照留纪念，然后丢掉。不会拍照留纪念。哦不，我希望是我爸妈帮我搬家或者整理房间的时候，他们不小心扔掉了，这样是对我来说是我最可以接受的结果。没错，我就认了。没错。那你有没有收到过那种你觉得很难忘的礼物？印象很深刻的礼物，可能前女友送的啦，或者朋友送的都可以。肯定有，但我的第一反应是，就是大家很常司空见惯听到的礼物，就是我第一反应想到的是水晶球，因为它真的是烂到让人难忘。就是拜托不要再送那种摇一摇会有雪花的水晶球了，因为我们小时候它真的有一阵子在文具店算贵的东西吧，然后又是我们消费得起的，反正我家里应该有2个，但是我真的是，我就是搬家又没丢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爸妈帮我放东西的时候会弄掉一些我的东西，但这些东西都没有弄掉，拜托不要送这个，它就是你刚问我第一反应真的是这个，真的是让人难忘，这种东西就像有的东西很丑，但就是你忘不掉它。这种感觉，对啊，我觉得他可能讨厌我才送这个，但是，这个真的令我难忘。你呢？你有吗？没有什么让我觉得很讨厌，拜托不要送了的礼物。那好的呢？好的很多啊，我都很喜欢啊。看送礼物很难，就是人家花处心积虑送的，但是其实大家都不记得了。不能用处心积虑这个词啦，处心积虑这个真的假的？哦，我以为它是一个，那大家用心良苦送的。处心积虑，对啊，处心积虑是说我憋了一肚子的坏心思，然后要那样才叫处心积虑。对，因为我对雪花球这个怨念太深了。那个大家用心良苦送的礼物，结果现在一下子想不起来有什么特别难忘的。我想得起来啊。但是一下子太多了。好吧，那你还是个幸福的家伙。你也是个幸福的家伙，只是你不觉得。好的，没有，我也是幸福的家伙，我知道。OK， 不是，然后你请说。我刚说到哪了？你说我是个幸福的家伙。你说不要处心积虑。哎呀，那要不然这个话题就这样子吧。好啊。那我们来问一下听众，大家最近有没有收到过什么礼物，或者你有送出过什么礼物呢？欢迎留言告诉我。欢迎。好，拜拜。